美国费城的僵尸街一经曝光，让国内网友们直呼恐怖。鲍文就是那个环境里真实的一员。这不，他又因为吸过量昏死过去。刚从医院醒来，他就不停地道歉，拼命向医生保证绝不会再犯。这样的话，医生一天能听800遍。这当然不是第一次。鲍文的戒毒效果并不好，他露宿街头好几年。饥肠辘辘时，想去吃份最便宜的便当，可翻遍了全身钢镚，就差几毛钱。他央求老板通融一下，还说要唱首歌抵账。可是鲍文只能去翻垃圾桶，跟老鼠抢饭吃。医生理解他的艰难和迫切想要戒毒的心，就为他争取了一间福利公寓，还为他准备了食物。屋子贼破，但有热水，这对鲍文来说就是天堂。可是夜里突然出现一些奇怪的声音，他举着鞋出去查看，一开灯，竟然是一只偷吃的小橘猫，原来是从窗子跳进来的。看着可爱的猫咪，鲍文给它喂了点牛奶，小猫却还是不想走。鲍文决定留下橘猫过一夜，毕竟他孤身一人太久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抱着小猫四处询问有没有人丢猫。邻居很热情地回复了他，自己都吃不上饭。无奈的鲍文只能把橘猫放回大自然。服过了戒毒药物美沙酮，鲍文像往常一样去大街上卖唱，还是照旧被保安驱赶谩骂。正巧他在大街遇到了路过的父亲，很明显父亲是想绕着他走。他已经组建新的家庭，可能心里觉得亏欠，偷偷塞给他点私房钱就走了。鲍文失落地回到公寓，就发现橘猫蜷缩在角落里，身上还流了很多血。他赶紧用外套抱起橘猫，四处寻找别人的帮助。正巧邻居小美看到，就帮猫咪处理了伤口，告诉鲍文必须要送猫去医院。鲍文连忙解释这不是他的猫，小美却说他受伤了就来找你，这就是冥冥中的缘分。鲍文只好带橘猫去宠物医院，这一下就花光了父亲塞给他的生活费。喂药的过程非常曲折，橘猫闻了一下就要跑，鲍文把它抓回来还被咬了一口，无奈之下只能又去求小美帮忙。橘猫迅速恢复健康，一来二去，鲍文就喜欢上了小美。可当他兴奋地把近况告诉医生时，医生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戒严期间不宜有感情起伏，看着外面整日蹲守的白糖贩子，鲍文再次失落下来。他这种人什么都不配，但他没有想到，这只被他捡来的猫咪竟然给了他天大的惊喜。一只橘猫正在跟踪流浪汉，男人只要回头，他就停下，假装看别处。鲍文让他自己去玩，他抬起爪子不断撒娇。公车来了，橘猫趁人不注意窜上了车，人们都觉得自己坐公车的小猫可爱极了。鲍勃却只顾着寻找主人，第一层没找到，他就爬去第二层，终于成功跳到主人怀里。鲍勃跟着主人来到喧闹的步行街，他的颜值瞬间成了焦点，人们争先恐后要去摸摸他。鲍文在街头卖艺，鲍勃就乖乖蹲在旁边，这再次吸引了好多人驻足，都纷纷给猫咪投钱。这是鲍文流浪卖艺以来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的钱，他兴奋地跟鲍勃击掌，自己这是捡到了一只招财猫啊！从那以后，一人一猫就成团了，他们粉丝越来越多，生活水平直线上升。这天，鲍文以前的毒友又来找他，看他最近过得好，就想跟他蹭点钱。鲍文戒毒实在不想再被影响，就没有理他。可是看他眼眶深陷，可怜的样子，还是给了一些钱，并告诉他一定要用来买吃的，照顾好自己。却没想到刚刚到了晚上，鲍文回家时就远远看见一个人躺在台阶上，他赶过去一看，瞬间崩溃了，正是白天的那个少年。看来给他的钱马上就去买了白糖，不管鲍文怎么呼唤，少年已经没有了呼吸。邻居小美也闻声赶过来，鲍文这才知道小美的哥哥就是在这里因为吸白糖死掉的，这让本就对小美有好感的他更加不敢承认自己正在戒毒。为了能跟小美在一起，他只能更加努力卖艺，按时吃美沙酮控制。到了圣诞节，他抱着鲍勃拿着礼物来到了父亲的新家，看着两个妹妹欢声笑语，鲍文也希望能融入他们。父亲给他开了门，却没想到鲍勃受到了惊吓，跳到地上到处躲藏，屋子一下混乱起来，甚至还搞砸了后妈的圣诞树，直接被后妈赶了出来。看来家人的幸福依旧是他可望不可及的。他抱着鲍勃继续卖艺，一人领着狗故意往他包上撒尿。面对这种挑衅，周围的观众看不下去，就跟狗的主人推搡起来，没几下就造成了混乱。鲍文赶紧护着小猫，生怕它被吓到，可他们还是被抓到了警局。狗主人恶人先告状，警察就惩罚鲍文半年不能在街头卖唱，医生帮他保释出来，他却只关心自己的猫在哪里。由于耽误了吃美沙酮的时间，他的情绪和身体开始出现反应，医生赶紧让他去服药，自己帮忙照顾小猫。鲍文匆忙地跑到药店，控制着身体的不适，签字领药，却没想到这一幕恰恰被买药的小美看见了。小美生气地跑掉，不管鲍文怎么解释，小美都不愿意再跟他接触。爱情没了，卖唱也被限制，鲍文只好带着猫咪找了一份卖杂志的工作。
不过这对组合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，他的杂志是那一篇卖的最好的，这很快就遭到了同事的嫉妒。正巧在路过同事的时候，一对夫妻追着鲍文买杂志合影，这可让同事抓到了把柄，直接跟主管告状，说他跑自己片区抢活。就这样，鲍文和鲍勃又被罚了1个月，不能买杂志，生活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。鲍文翻遍了家里各个角落，凑出的硬币都是先给鲍勃买罐头，但也很快就坚持不住，鲍文只能冒险偷偷跑去卖唱，这才艰难地熬过1个月。可是这一天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非要出钱买猫，鲍勃已经成了亲人，鲍文怎么可能卖掉它呢？被拒绝的女人和孩子就很生气的纠缠，围观的人们越来越多，混乱中，鲍勃突然被一只狗吓到，跳下主人肩头跑掉，鲍文赶紧去追，却已经晚了，他几乎寻遍所有的角落都没有找到鲍勃，这让他情绪激动，非常的崩溃。他一个人在家颓废不堪，什么都不想做，看着外面的白糖贩子，他还是没有控制住走了过去。I want my cat. I'm looking for a ginger cat. Have you seen it anywhere? 白糖贩子看傻子一样看他，转身的瞬间是他第一次升华，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，没有再被白糖吸引。也就在这时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鲍勃竟然回来了。此时的鲍文抱着橘猫，一刻都不想再放开。也正因为鲍勃给了他决心，鲍文找到医生，决定正式停掉美沙酮。医生告诉他，那将会有整整1周的痛苦克制，不能有任何的呼吸。但这一次，鲍文很坚定。It's harder coming off methadone than kicking heroin. You can't do it on your own. I'm not. I've got him. Got me this far. 停药第1天，鲍文用皮筋抽打自己。半小时后，他开始焦躁不安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他甚至出现了幻觉，呕吐，不能入眠。他躺在地上苦苦挣扎，就好像身体里有上万只虫子在啃食他。这段时间，鲍勃一步都没有离开，他看着主人承受痛苦，只有默默的陪伴。无比艰难的1周终于过去了。阳光洒进屋子时，看着依偎在身边的鲍勃，鲍文知道自己成功了。Hey, mister. 洗心革面后，鲍文的事情无意中被杂志社得知，他们帮助鲍文把自己的故事写了书，这本书获得了无数人的好评，鲍文也因此成了一名有尊严的作家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身边的这只流浪猫。真实事件中的流浪猫鲍勃在去年意外去世，但他治愈主人的故事却感动了亿万人。如果每一颗受伤并孤独的心都能得到安慰和救赎，也许世间可怕的事情会少一点吧。